那这一次呢会用到确认这2个字呢，就是因为这个是苹果自己所透露出来的，那也是我个人本身在 iPhone 14系列里面最期待的一个亮点。大家好，我是彭连，那我们今天就很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算最新走漏出来的一个消息齁。那我前面有提到确认这2个事情，因为其实呢，先前我们在讲这些 iPhone 的爆料啊，或是爆料达人讲出来这些消息走漏的时候，我们都会说，疑似可能，那或者是有一些消息可能是从就算是代工厂走出来的，我们也不能完全确认说这个就会在新的 iPhone 14或是新一代的手机里面会看到这些新的设计或新的功能。那我们有一些时候啦，像今天这个状况，它可能是苹果自己所透露出来的这些消息的话，那我们才会用到确认这2个字眼。那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是苹果自己不小心在广告里面啊，或什么地方就走漏出来。那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他们新的软体里面可以找到一个新手机或者新要出来硬体的一些图示或一些功能。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先前在 iOS 16的那一支影片我们有提到齁。其实呢，我们不要说光看这一次的 iOS 16发表，就是说好像没有什么很新的功能啊，很亮眼的功能，因为其实有一些新的功能都会等到新机推出的时候，可能特定把这些新的功能绑在这个新手机上面，就算是会下方的功能，也是会等到新机推出的时候再一起推出。那为什么苹果要等到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一些新的亮点，他们希望保留在新机发表的时候，等所有媒体啊或者所有的流量都聚焦在同一个点的时候一起发表，那种时候可以增加讨论的热度啊，或者增加流量、增加买气什么等等。那所以呢，我在那支影片也有提到啊，其实在 iOS 他们每一个新的 beta 的版本慢慢推出的同时呢，大家或许可以在里面仔细的寻找，去找出一些新手机会有的新亮点或者新的功能。那有些时候也可能是结合其他硬体的一些新功能会藏在里面。那这一次呢，美国 9to5Mac 的团队他们就在里面又找到了一个 iPhone 14相关的新亮点。那这个是我个人非常期待，也先前提到非常多次的一个亮点。那这个就是新的水显萤幕的画面。那关于水显萤幕这一点，我们都是说预期在这一次 iPhone 14应该会有水显萤幕。那因为其实先前 iPhone 13推出来的时候有这个自适应率的 promotion， 我们都在猜说，会不会它其实就可以支援水显萤幕？可是后来证明是没有的。那苹果等到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一个真正的证据，说，新一代的 iPhone 14会有这个功能。那其实这个并不只是水显萤幕，我觉得它有点跟我们预期的不太一样。一般我们在市面上手机看到的水显萤幕，它基本上就是，你手机可能在进入休眠的状态，它会显示时间啊，或是一些小的通知的图示在上面。这些图示就是小小的，然后它的时间也是就是显示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那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希望它省电嘛，就除了它需要必要显示的一些资讯之外，其他地方的话术它都是全部关掉，用这样来省电。但这次我们在苹果上面看到的这个水显萤幕的画面，就跟其他厂牌做的不太一样。它基本上是你如果现在上面有任何的桌布比如说你有一个自家家人的照片啊，或是你可能一个图示的桌布，它在进入水显萤幕状况的时候，它还是会显示这个桌布，它只是把整体萤幕的亮度变暗。那这样你本来的桌布就还是可以看得见。这样的显示方式就比较类似现在在 Apple Watch 上面看到的水显萤幕。那其实苹果先前在很多地方一直去提到也不单单只是可能水显萤幕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无线充电什么大家所期待的功能，苹果都会提到说，有些事情他们不是不做或是做不到，那他们是觉得说他们一直在找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或者说一个更苹果的方式来提供这样的功能，而不是为了可能跟随啊，或是追大家有这个功能他们才提供。那这次这个水显萤幕就真的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苹果的方式就算给你水显萤幕，它还是想要把它展现的跟大家不一样。那整个设计语言上面呢，也是维持一贯跟 Apple Watch 一样的风格，就它还是让你看得到更多的资讯在上面。那其实这也是合理啦，水显萤幕我刚刚提到嘛，其实在其他厂牌已经存在非常多年，那苹果为什么等了那么久，等到现在他们才觉得说可能不管在量产上面的不管是成本上面的合理范围里面呢，或者说他们终于找到一个他们觉得比较适合在 iPhone 上面使用水显萤幕的方式。那我们先来讲苹果这种显示的方式有什么优点和缺点。那我们当然先讲优点的部分，就是我觉得第一当然就是美观啦，可能相比现在我们一般所习惯的水显萤幕，它显示出你整个画面，那你一般可能不管是放家人的照片啊、宠物的照片啊，或是你很喜欢的桌布，不会因为你的手机一进入休眠就完全看不到。那另外这
个是一个预想。如果说你可能在有通知来的时候，那可能在其他手机厂牌的水显萤幕的话，你可能通知来的时候，你一开始没有看到，事后它在进入休眠状态的时候，你去水显萤幕里面就可能看到一个小图示。可是如果苹果是这种整个画面都还是要显示的状况下，那或许它的通知就可以把一些大纲还是显示在上面嘛，因为你现在在通知讯息来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说它要不要显示大纲。那如果在水显萤幕的时候，你一样可以选择说它要显示大纲的话，那这样你就算在当下没有看到，你事后你的手机可能摆在桌上，你不用去点开手机就可以看到说它的这个通知里面的大纲是什么。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实用度跟辨识度会提高不少，所以这些大致上一些我想得到的优点啊。那缺点部分当然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第一在耗电的地方因为其他厂牌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种只显示时间或者小图示的这种方式呢？就是为了省电嘛。因为你相比一个那么大的萤幕，如果它只用细细的这些字体去显示你必要的时间跟资讯的话，其他地方全部关黑，它就不会耗电。那这种处理方式当然理论上就会比较省电。那苹果这种整个萤幕还是要很亮虽然它是调得非常非常暗的状态下，那相比之下理论上就一定会比较耗电。那虽然说 iPhone 本身的续航力跟其他厂牌相比起来一直都不算太差只是我们大家也要去思考说，现在习惯现在续航力或是耗电量的这些使用者，会不会为了要有这个功能而去减低它的续航力？那或者是只是为了保存更好的续航力，干脆也不会开启这个功能，那就有点浪费。那第二我可以想到的缺点，可能就是在萤幕上面的耗损嘛，因为你整体萤幕需要维持恒亮开启的状态下，长期下来我们合理的这个猜测就是它对萤幕的耗损会是比较高的。可是这个可能看每一个人使用手机的年限或者期限可能去做比较，那这个部分到底会对萤幕的耗损多少，或者说它真的要过了几年，过了多久的时间比较看得出来对萤幕的耗损，这可能就是要等到时候真的出来，真的比较长时间去使用它，我们才看得出来。可是我觉得这个对很多现代人可能2年3年就换一只手机的人，这个部分或许不会有太多的影响。那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会担心不管是耗电或者萤幕耗损的人，就把这个功能关掉就好，那你还是有这个选择在，那这个就让大家自己去取舍。那再来呢，这个新功能我们现在预期应该也是只是在 iPhone 14的 Pro 系列机种上面会有，那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合理，因为第一当然是这个市场区隔性，他们有所谓旗舰的机种Pro 系列的机种跟一般系列的机种，那苹果一定是会保留这些最亮眼的功能，像是第一次有萤幕打孔第一次有水显萤幕这些很吸引人的功能放在比较贵的旗舰机种上面，吸引更多人去花更多钱去买新的 iPhone。那另一方面，如果市场传言为真的话，那这次 iPhone 14就会只有在 Pro 系列上面使用新的 A16 处理器，那或许这个新的这个水显萤幕调控的晶片就会整合在 A16 处理器上面，那也很合理的不会放在一般的14系列上面。那另一点像是 iPhone 13系列第一次有 ProMotion 这个功能那这个功能也是只有保留在 Pro 系列上面。那水显萤幕搭配 ProMotion 这个自适应率的调整萤幕，这个整合起来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那在很多观众应该会想知道，就是说这个功能现在既然在 iOS 16里面找到，会不会代表说它有可能下放到现在有 ProMotion 的机种，像是 iPhone 13 Pro、13 Pro Max？ 那以我们现在所了解啦，13 Pro 跟13 Pro Max 它们的 LTPO 萤幕，它们可以调整萤幕更新率是介于10Hz 跟120Hz 之间。那像我们所使用的这些水显萤幕，不管是在苹果手表或其他厂牌所使用的上面，它们都最低要支援到1Hz。那这个以现在 iPhone 13 Pro 跟 Pro Max 只有10Hz 到120Hz 之间，我就觉得它支援的可能性，下方的可能性就不太大。因为如果说水显萤幕要以10Hz 方式来显示的话，它还是会非常的耗电。所以呢，我觉得真的很想要这个新功能的人，可能就必须要换机买到新的 iPhone 14 Pro 系列。那再来一点呢，我觉得以现在iPhone 有 MagSafe 这个功能然后如果再加上水显萤幕这个功能，我觉得它组合起来会是一个更实用的方式那我个人也觉得有 MagSafe 这一点，基本上本来就比较适合搭配有水显萤幕来使用。因为举例嘛，像我现在有介绍那个2合1的 MagSafe 的座充，那我觉得以你这样一个手机，比如说你放在办公桌上面，就直接吸在上面去，那这种时候你就随时在充电，那这种时候你开启水显萤幕，你也不太要去担心它耗电的问题。那同时呢，它因为这样座充的这个姿态，你可以随时看到上面的时间资讯或是有通知的时候，你可以随时看到。那相比先前我们可能都要一直去点萤幕才能看到它的资讯时间或是通知的大纲什么等等，我觉得这样搭配这种座充 MagSafe 的方式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使用方式，因为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我们手机需要一直去触控萤幕的这个次数所以我个人觉得我蛮期待说再来使用水显萤幕，然后搭配这种 MagSafe
MagSafe 的做冲起来的使用感觉。那大家如果有想要购买的话，那这个它目前给我们频道有一个特别的专属折扣码，那这个折扣码是到8月31之前才可以使用后，那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再去参考咯。那在最后呢，有一些小小许愿的地方，就是说，但这个功能现在还没有正式推出嘛，一定是要等到 iPhone 14 Pro 系列出来，我们才会正式看到它推出。但是有一些可能小功能啊，或者小设定的一些地方，我先来许愿一下，就希望苹果加入这些功能。那你们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那第一，我希望这个水显萤幕的它自定性可以高一点，因为像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可以显示整张桌布嘛。可是如果对担心耗电的人，那同时他又想要有水显萤幕的情况下，或许可以在进入这个水显萤幕模式的地方做2个不一样的调整。有人想要显示桌布就显示桌布，有人觉得不需要，就让它整个萤幕关暗，只有显示时间或是有通知来的大纲才会跳出来。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多这个选择，它的实用性会更高一点，因为毕竟还是有 Pro 跟 Pro Max 系列，那他们的电池续航力还是会有点差距。在通知大纲的部分，我刚刚有提到，那我希望就是维持现有的齁，那就是你通知来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要显示或不要显示大纲。那这个同样的设定功能也保留在水显萤幕里面，不要因为它现在只是因为只开启水显萤幕，就让我们看不到通知或看不到里面的大纲。那我希望有多这个选择给我们。那再最后一点就是，我现在很喜欢在 iOS 16上面有这个锁定画面上面也可以放一些小工具的这些功能。那我最期待使用的功能就是像是 Uber Eats 或是 Uber， 那你随时可以看到你可能点外送的进度，你就不用一直去点萤幕就可以看到它。那如果在这个部分呢，它可以显示在水显萤幕上面，那同时间它又可以随时去更新的话，我知道这样会比较耗电，可是如果我们在一般办公室的使用情况下，像我刚刚讲的，你基本上就是放在桌子上的座充来讲，那你不用担心它的耗电，可是你又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只要头斜眼看一下，你可以知道你随时现在外送的进度的话，那我个人会许愿，希望有这个功能保留在上面，或是让我们用水显萤幕的时候还可以看得到，那这个我觉得会超级实用。OK， 那最后想问问大家啦，你们对苹果等了那么多年才有这个水显萤幕，那你对他们这个新设计的方式是跟其他厂商有点差异？你们对这种处理方式，这个新的设计，你们的满意度是多少？那或是这种处理方式是不是值得那么多年的等待？那其他问题就是像你们会不会真的使用水显萤幕？你们觉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必要的功能？我自己是蛮期待、蛮喜欢这个功能。OK， 好，那大家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在下面讨论哦。OK， 那今天的书宝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利用，下次明天见，拜。